你好呀，這裡是默默的投資筆記。蘋果剛交出史上最強的6月季度，營收增長了 16%， 每股收益增長了 29%， 結果財報後的第一個交易日，股價反而放量下跌了 7.1%。一邊認為這是一次錯殺，另一邊認為業績再好也撐不起現在的估值。這就是今天最值得解決的問題。上一次分析蘋果時，股價是 275.15 美元，當時給出的目標價是300美元。後來股價最高漲到 344.57 美元，目標已經兌現。這次重新看完財報、估值和走勢之後，結論也要跟着價格變化。現在的評級是觀望， 308.91 美元附近不建議急着追。至於合理價值是多少，跌到哪裡可以開始關注，以及什麼情況說明判斷失效，後面逐一展開。蘋果這份財報確實很強，不只是某一項產品突然賣得好，而是 iPhone、Mac、服務和大中華區同時加速。不過市場交易的從來不只是這一個季度，而是這麼好的增長能不能延續。我梳理了4個最關鍵的數字。第一，單季營收 1094.17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16%， 這是蘋果歷史上最強的6月季度。對一家年營收已經超過4000億美元的公司來說，雙位數增長並不容易。第二，每股收益 2.02 美元，同比增長 29%， 利潤跑得比營收快，說明產品結構、成本控制和回購依然在發揮作用。第三，毛利率達到 50.1%， 但這裡要打一個折扣，關稅退款大約貢獻了2個百分點的毛利率，也給每股收益增加了大約 0.11 美元。換句話說，財報不是不好，而是標題裡的利潤增速比真實經營趨勢更漂亮一點。第四，財報後成交量放大到大約 1.32 億股，是過去20天平均成交量的 2.5 倍，業績大超預期，還被集中賣出，說明市場擔心的不是這個季度，而是下一季增速回落和當前估值太高。蘋果最新價格是 308.91 美元，財報後單日下跌 7.1%， 過去52周最低 201.50 美元，最高 344.57 美元，目前距離高點回落約 10.3%， 但比1年前的低點仍高出超過 50%。 技術面上，股價已經跌破大約324美元的20日均線，回到 309.50 美元附近的50日均線， RSI 是 43.2， 還沒有進入明顯超賣區。 MACD 雖然仍在0軸上方，但已經跌到限號線下方，說明短期動能在減弱。現在最需要觀察的是300到305美元能不能守住。如果守不住，下一層更有意義的支撐要看到280美元附近。如果重新站上320到325美元，才說明財報後的賣壓開始消化。接下來聊聊估值。按最新價格計算，蘋果的滾動市盈率大約37倍，即使按市場對下一財年的盈利預期來算，預期市盈率也接近29到30倍。用今年盈利算市盈率，就像只看一個人現在的月薪估身價，沒考慮他明年會不會漲薪。可問題是，蘋果現在連明年漲薪這件事也已經提前算進價格裡了。如果下一財年每股收益做到 10.3 到 10.8 美元，給30到32倍估值，基礎情景大約對應315到345美元。3種情景按概率加權之後，合理價值約332美元，相對 308.91 美元只有約 7% 的空間。這個空間不是没有，但對一只財報後單日能跌 7% 的股票來說，安全邊際不算充足。再看基本面，先說亮點再說問題。這季 iPhone 收入 542.52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21.7%， Mac 增長 28.7%， 服務收入 307.39 億美元，增長 12.1%， 大中華區收入增長 22.4%， 淨利潤達到 297.89 億美元，淨利率約 27.2%， 相當於每賣出100美元的產品和服務，最後能留下27美元左右的淨利潤。蘋果的 ROE 長期很高，但用杜邦分析拆開看，它不只是淨利率和資產周轉率貢獻，還明顯受到持續回購、股東權益被壓低以及權益成數偏高的影響。所以這個高 ROE 不能簡單理解成純粹的經營效率。好的一面是，公司仍有大約622億美元净現金，前9個月自由現金流約1102億美元。
回購能力非常扎實，貝塔大約在 1.1 左右，波動接近並略高於大盤，股息率不到 0.4%。買蘋果主要賺的是盈利增長和估值變化，不是股息。問題也很清楚，關稅退款不能每個季度重複，下一季營收增速指引回到 9% 到 11%， 毛利率也預計回落到 47% 到 48%， 庫存從上一財年末的57億美元增加到111億美元，還需要觀察新品週期和渠道消化。更關鍵的是，市場一直在等蘋果的 AI 功能真正推動換機，但目前這條邏輯還沒有被完整驗證。把這些因素放到一起，可以分成3種情景。多頭情景給 30% 概率，對應360到390美元。需要看到新的 iPhone 和 Siri AI 真正帶動超級換機週期，服務收入繼續保持雙位數增長，下一財年每股收益超過11美元。這個情景賺的是盈利上修和估值維持。基礎情景給 50% 概率，對應315到345美元。下一季營收增長維持在 9% 到 11%， 毛利率回到 47% 到 48%， AI 換機需求溫和釋放。這是目前證據最支持的一條路徑，但當前價格已經在基礎情景的下半區，留給新資金的空間並不寬。空頭情景給 20% 概率，對應255到280美元。如果收入增速快速回落，關稅和內存成本繼續壓縮利潤， AI 換機週期又往後推，市場把估值壓回25到27倍，股價就可能回到這個區間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這次評級是觀望，參考合理價值放在330到332美元附近，還沒有持倉的話 308.91 美元不急着追，第一檔關注295到305美元，這個區域靠近整數關口和布林帶下軌，可以先觀察是否出現縮量止跌。更穩妥的確認信號是股價重新站上320到325美元，而且成交量逐漸恢復正常，再考慮小倉位參與。如果股價繼續回到275到285美元，而服務增長、下一季指引和毛利率沒有進一步惡化，可以重新評估第二批。如果跌破255美元，或者 AI 換機邏輯與利潤率同時轉弱，就說明空頭情景正在兌現，需要重新做判斷。已經持倉的朋友，如果成本明顯低於300美元，可以繼續觀察，不需要因為一天大跌就立刻改變計劃。如果倉位是在330美元以上追進去的，可以利用反彈檢查倉位，重點看320到325美元能不能重新站穩。接近340到345美元時，如果盈利預期沒有同步上調，可以分批鎖定一部分利潤。總結一句話，蘋果的業務依然強，最新財報也確實漂亮，但好公司不等於任何價格都值得買。現在缺的不是增長，而是安全邊際。等價格回到295到305美元，或者走勢重新確認，再行動會更從容。如果你也在研究蘋果或者消費電子這條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